6万会不会成为比特币的底部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比特币在周线级别有2个重要的阻力，或者说互换，一个在3万，这个非常明确。我们之前针对3万有过太多次的测试了。那在周线上，我认为再来就是6万。那其实这2个阻力呢，当然了，我们在上涨当中，我们把这2个互换视为阻力。其实6万的阻力呢，一定要比3万来得更为强劲，因为3万呢是曾经有突破过的，有来回穿插过。那6、7万左右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从来也没有突破过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进行第3次测试了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第1次测试的时候呢，当时我们就直接来了2根大阴线，甚至还没有碰到，还差一点，我们就来了2根大阴线。你可以从量能，可以从 K 线的长度、顺畅的程度都可以判断哦。6、7万左右的互换呢是很强劲的阻力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，我们一样触碰到了6、7万的区间之后呢，一样出现了阴线，而且阴线呢非常连续，然后量能有出来，并且实体有放大，那这绝对是供应非常强烈的表现了。也就是在这里，抛压非常强劲。那么7万左右、6、7万左右这个点位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这是比特币曾经到达过的最高价。那当然有人说，那我们前期不是到达了7万4吗？其实7万4跟7万呢，它是并不能说是很显著的突破的。如果说我们真的突破了，我们会直接见到8万、9万、10万，它不会在7万出头一点点这个附近，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，这个绝对不算是突破。当我们来到历史前高的时候，从来也没有人买过7万以上的比特币，或者说没有大额的买入，没有大额的成交量。那在这个点位买入的人呢，如果他对未来的上涨呢没有十足的把握、十足的信心，他就会不敢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的原因。那我认为在这里呢，很有可能可以震荡3、4个月左右，短一点，我认为至少到现在还在震荡，我认为至少到震荡3、4个月。但我们这一次是最有机会突破的一次。当然呢，没问题，我们在牛市一定会突破了。不过，是不是这一次很重要？那你说再下去再上来测试，那就不是这一次了。但我们这一次比前2次呢，要突破的几率都要来得更高。因为你可以发现，当我们碰到6、7万左右的互换的时候，我们下跌的 K 线，你可以发现量能逐步缩小，并且 K 线的实体很短暂，并且都有收出了长的下影线。这个是我们在之前2次测试所没有看过的，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会是最有机会突破的一次。那我们可以再观察，其实最近呢，算力开始下降了。当然，我们从周线还是看不太出来，我们可以切小一点点级别，你看日线，大概下降了2、3%左右，3%，差不多是3%的算力下降了。那为什么挖矿的算力会下降呢？一定有矿工关机了。那为什么有矿工关机呢？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过，比特币在这个价位减半了，那价格它没有迅速的拉涨，矿工的成本提高了，就会有很多矿工呢，他们入不敷出。那入不敷出，干脆就直接关矿机了。这个电费无法负荷，产出已经无法负荷电费了，那干脆就关矿机，就导致算力的下降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接下来又在这里震荡的话，这个情况会越演越烈。那很有可能我们算力就下降超过了，它下面有一条均线，它就会形成我们大家都清楚的矿工投降。那到时候呢，还会再闪现一次买入的机会。那如果出现了的话，我相信这会是比特币登峰前的最后一次，也就是现货的最后一次加仓机会。那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小级别上呢，其实有出现一个头肩底。这个头肩底它有一点点不太漂亮了。不过如果我们突破了6万6、
67000左右这个区间的话呢，我相信我们会有一波拉升的，很有可能可以直接到达前高附近左右的位置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形态，它能不能成型？当然呢，以目前来看的话，6万是有机会形成底部的，蛮有机会的。不过，我认为也还不用太着急啊，因为在做交易上，时间的成本也是要做考量的。其实重点倒不是说资金费，现在资金费真的还好啦，这个没有很严重。重点是心态。如果说你比如说一张多单呢，你拿了1个月，你拿了1个多月，它都没有上涨，都没有利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，很有可能就在上涨之前就走掉了，或者是很有可能上涨之后你就不敢追涨，因为你有前面的这个记忆。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做的是右侧交易，真的出现了上涨，真的出现上涨的信号的时候再追，绝对不晚的。因为如果有一波趋势的话，哪怕你等趋势开始了一段时间再追，你一样可以掌握非常丰厚的利润。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，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的。你质押$500 3天就可以拿到$36.5的现金，一样是现金，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领取奖励，然后领到之后可以直接提币走，我认为非常非常优惠。也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ETF。其实美国的 ETF 呢，最近开始冷却了，确实前几天有出现流入，而且这个流入呢，相当于是回神了。我们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那么大的流入了。那当时也把比特币呢从最低谷的位置，大概56500给拉回6万的上方。不过我们后继无力，现在市场真的很缺乏热度、热点。那还有更糟糕的就是香港 ETF， 我们当时期待香港 ETF 它可以拿到，可以是美国 ETF 的多少份额。不过你可以发现今天我们去看了很详细的数据。你可以看一下Hong Kong Crypto ETF Flow Table， 那它是用100万美元计价的 million 去计价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流入呢，第一个我们看每天的统计，我们就不管各家了，各家的话这个其实也都很小，跟美国相比的话呢，完全就是零头中的零头啊。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天如果以100万美元作为计价1400万美元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，非常非常少啊。那我们这几天的总和其实也才2500万美元的流入而已，这是非常少的。大家可能对这没有什么概念2500万美元这是个什么样的规模呢？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 ETF 流入2500万美元这几天2500万总和起来你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当时在5月3号一天就是流入3.78亿美金的流入量，在美国。那你说2500万美元这个而且还是好几天加起来的，完全不值得一提啊。所以以后 ETF 真的完全只要看美国，香港 ETF 至少以现在或者说未来的一段时间呢，我认为都对盘面造成不了影响，因为规模实在太小了，完全不值得一提就是零头中的零头中的零头。好，那当然了，最近的热度也都没有把比特币带起来，因为量能不够。好，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